最近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？商场依然冷清，工资还不见涨，甚至觉得通缩还没有过去。可是呢，数据和政策的信号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，一种更持久、更深远的趋势可能已经在路上了，那就是通胀。更重要的是啊，这轮通胀的背后有可能伴随着一场并不疯狂，但可能走得更远的慢牛行情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3个问题聊起。第一，为什么大级别的通胀可能已经在路上？第二，为什么说 A 股的制度基础正在发生变化？第三，普通投资者该怎么抓住这波机会？要理解通胀，我们得先看3个推力：供给、需求和货币。第一，供给端压力，全球的关税战正在扰乱供应链。美国对多国商品加征关税，运输成本上涨，上游原材料价格抬升，这些都会推高生产成本。就像种苹果，肥料涨价了，运费翻倍了，那最终的成本一定会传导到消费者头上。在国内呢，某些行业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供给收缩，比如说能源、农产品的上游成本已经开始走高了。第二，需求端回暖，财政政策的力度在加大，各地的稳增长项目密集落地，海外主要经济体除了日本之外，都已经进入了降息周期。国际资金的风险偏好也正在回升，经济一旦有了起色，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回暖，价格自然会被推高。第三呢，就是货币端的扩张。现代信用货币体系当中啊，通胀往往源自货币总量的增加。无论是居民加杠杆买房，还是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，本质上都是把未来的钱提前释放到现在。海外经验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。美国在2008年、2020年2轮大放水之后，都经历了显著的通胀周期。所以，当供给受限、需求回暖、货币扩张这3股力量同时出现的时候，通缩往往难以为继，通胀就更可能是中长期的主旋律。那通胀和股市的关系在哪里啊？财富效应。房地产曾经是中国居民的主要财富载体，可是这几年呢，房价横盘甚至下跌，财富效应减弱了，而股市正在被赋予新的角色。第一，外资在布局5月和6月，外资净买入了188亿美元的 A 股基金，像摩根啊、花旗、高盛这些国际大行集体唱多，高盛已经连续12次唱多 A 股了。他们看中的不仅是估值低，还有制度层面的变化。第二，分红回购潮。去年呀，A 股的平均股息率呢是3.18%，已经高于1年期国债收益率的1.64%了。回购规模也在明显的增长，预计今年会达到6000亿，同比增长35%。政策方面，新国9条明确限制长期不分红的那些铁公鸡，对不回馈股东的公司进行 ST 风险警示，这在 A 股历史上是罕见的硬约束。第三呢，国际对比。美股的慢牛并不是纯靠他们经济的增长，而是靠制度的保障。2018年到2022年，美股 IPO 和再融资的金额是1.19万亿美元，而同期的回购和分红高达4.66万亿，相当于市场拿走1美元就返还3.9美元给投资者。而过去咱们的 A 股呢，融资抽水远大于回馈，这也是牛短熊长的根本原因。现在呢，规则在改变。当分红回购从口号变成趋势，当股息率长期高于无风险利率，慢牛的土壤就真正开始成型了。财富效应的逻辑很简单，资产价格上涨，提升了消费者的信心，经济循环改善。在房地产降温的背景之下，股市呢有可能接棒。美股、日本股市都曾经证明过，当股市持续上涨，分红稳定的时候啊，居民的消费支出会明显增加。那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机会在哪儿？第一，高分红蓝筹股，像银行啊、电信、能源这些行业的龙头，现金流稳定，分红率高，在通胀周期里能提供稳定的现金回报。第二呢，就是稳定回购的龙头企业，那些主动用真金白银回购自家股份的公司，通常对自身的股价有信心，也能够减少市场的波动。第三，受益于通胀行业的资源类、农业类的企业，他们在价格上涨的周期里啊，往往能获得业绩弹性。那对于投资者的建议，核心仓位呢放在红利股和价值股，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回报；卫星仓位配置在部分的周期板块，把握通胀带来的行业机会，同时保持一定的流动性，避免高杠杆，特别是在
行情的早期。总结一下啊，今天我讲了3件事儿。第一呢，通胀的3重推力正在形成；第二，A 股的制度基础分红回购外资布局正在改善；第三，普通人可以通过高分红回购龙头、通胀受益板块来进行布局。通胀是信用货币体系下的必然客人，慢牛不一定惊天动地，但可能是时间最长、机会最多的行情。关键问题是，你是愿意在通胀来临之前布局呢，还是等到物价上涨，行情已经走了一半再转过头来追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